在法国工人眼中，他是傲慢的精英代表；而在法国女人眼中，他则是国民男神。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对于马克龙的评价是，他就是一只睡莲上的青蛙，随着事件的发展，轻易改变主意，从一个信仰跳到另一个信仰。而从马克龙日后表现来看，确实是如此，因为马克龙是一个有想法的人。他厌倦了过去法国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，他们各自有着固化的政治理念，而且从不妥协。在看似信念坚定的背后，很多时候却只不过是政治家们的利己主义。他们为了打压自己的对手，在国会里千方百计地阻碍对方的提案获得通过，无论这些提案是否真的合理。而这些政治家们的利己主义让民众感到深恶痛绝，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法国民众很清楚，这些所谓的左右两派纯粹为了斗争而斗争，他们的鬼话，法国老铁们是一句都不想听。而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让民众们看到了一个貌似不一样的人。马克龙自己建立了一个前进党，主张超越传统左右派理念分歧以及党派之争，讲究兼容并蓄，博采众长。经济上奉行右派自由主义，倡导改革创新，推行以促进就业、增强市场活力为核心的经济政策。社会政策上则奉行左派价值观，重视民生教育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稳定。说白了就是实用主义，什么有用我就用什么，无论左派还是右派，统统为我所用。他这个理念一下子让法国民众们引起了共鸣，马克龙的支持率是一路飙升。但人这种东西，我打3岁开始在吹牛这个领域已经小有所成，但马克龙也让我不得不避他锋芒。其实法国的老铁们对于政客日常化大饼已经司空见惯，而他们对于马克龙这般的支持，是因为他们觉得马克龙这个小伙是个老实人，他一定会说到做到。而法国民众对于马克龙的信任也并非空穴来风。因为马克龙在17岁的时候和他的语文老师坠入了爱河，而那年布里吉特41岁，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，还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。虽然年龄跨度稍微大了一点点，但这丝毫没有阻止马克龙追求真爱的执着。最终，马克龙在2007年迎娶了布里吉特。就光在这一点上看，屏幕前的各位谁能做得到？所以从这段爱情故事看来，马克龙似乎是一个内心坚定的人，能说到做到的人。因为深度改革这种东西并非常人所能为，而马克龙似乎并不是一个常人，一个内心摇摆不定的人是不适合搞改革。其实法国是一个国运相对好的国家，每当法兰西处于历史关键时刻，总会有个猛人站出力挽狂澜。几十年前的戴高乐总统就是很好的例子，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，在二战中为法兰西守住了最后的尊严，也在二战后为法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大国的地位。在2017年的法国老铁们隐隐约约感觉，也许马克龙就是下一个戴高乐。2017年5月14日，马克龙以66.1%票，约2000万法国老铁让他成功当上法国总统。然而马克龙刚上任不久，2018年11月17日起，法国就爆发了一场黄背心运动，黑压压的硝烟弥漫着整条大街，数以万计身穿黄色马甲的人群高声叫喊着，向着这个城市里最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建筑凯旋门挺进。上千名全副武装的宪兵警察手持盾牌，警棍排列成密不透风的方阵，并不断朝着暴动的人群投掷催泪瓦斯。12辆重型装甲车也前来支援，推倒街上随处可见的路障。然而即便如此，在人群一次次的猛烈冲击下，宪兵警察还是未能守住这最后的阵线，凯旋门沦陷了。失控的人们愤怒地冲进这座纪念着拿破仑丰功伟绩的建筑，对其内部进行了暴力的洗劫蹂躏。凯旋门的模型被砸烂，玻璃展柜被打碎，雕塑被毁容，就连法兰西皇帝拿破仑的头像也惨遭斩首。这场运动直接的导火索说起来也很容易理解，就是法国政府计划提高燃油税，每升柴油加征 7.6%， 每升汽油加征 3.9%。官方所宣称的加税目的是为了落实巴黎气候协定，减少石化能源的消费量，抵抗气候变暖现在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。而法国人又自诩为全球气候卫士，但历来出头鸟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由于在前一年，法国的柴油和汽油价格已经分别涨了 23%至 15%， 而法国工人们的薪资却常年不涨，这让法国老铁们怎么受得了？而这一次也是马克龙上任以来感到压力最大的时刻。而他应对的方式就是迅速向民众滑跪，承认这是政策失误，宣布取消燃油税上调计划，并且在2018年12月10日，马克龙在全国电视讲话，表示自2019年起，最低工资标准每月增加100欧元，政府承诺不增加企业负担，还要把加班费全部免税，对月收入低于2000欧的民众实施特别免税，甚至还迅速呼吁企业向员工发放免税年终奖。紧跟着，在2019年1月至3月15日，马克龙政府围绕4大主题发起为期2个月的全国大讨论，旨在将街头怒火引导至制度层面进行协商。之后，又在同年4月25日承诺再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，并继续对企业年终奖免税。但马克龙也不是纯贵在做出让步的同时，马克龙并没有放任暴力行为继续，而是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。首先就是禁止在特定地区游行示威，并且在公共场所不得蒙面，见一个抓一个。同时在巴黎等地部署大量警力、装甲车，并使用催泪瓦斯、水炮等装备驱散暴力人群，以恢复社会秩序。
最终黄背心运动人数从30万人降至2019年春季的几千人，并在此后逐渐消沉。这一年他41岁。但是黄背心运动背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其实是并未解决，所以此后马克龙只要推出新的改革，运动就迅速卷土重来。因为整件事情的症结是法国民众们日益低下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。近几年法国经济持续低迷，失业率节节攀升，而中产阶级又承担着沉重的税负，无论是收入税还是增值税，法国在欧洲都是名列前茅的。相比之下，对于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有钱人，马克龙却关爱有加。他在上台后不久便废除了富人税，加之其在从政前银行家的身份，让普通民众觉得马克龙就是一位富人的总统。正所谓盖棺定论，对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随意评判，就算当年戴高乐在位时，也不少反对他的人。而一个领导人真正的价值，不在于他获得了多少当时的掌声，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留下了能够穿越时间的坚实的遗产。如果马克龙的改革成功了，在50年后，当法国人享受着他推动的改革所带来的成功时，也许他就会被视为一个打破了法国左右对立恶性循环，为法国扫清了障碍的痛苦手术师。